我们很多同学在做单腿抬起或者俯身硬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髋关节的卡压或者刺痛感。那么不要划走，今天这个视频就非常适合你了。当我们做单腿抬起或者俯身硬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股头会绕着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向后转动的力量。当我们的股头绕着骨盆向后转动的时候，此时需要我们髋关节有内旋的能力。那当我们内旋的能力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出现上述所说的情况。然而内旋不足又分为两种情况。如果我们的髋关节，也就是我们股头本身处于一个外旋的状况的话，那我们的内旋的活动度就会受到限制。当我们的股头，也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处于一个内旋位的时候，我们的股头的活动空间本身也就不足了，此时也容易出现卡压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就需要分为两种情况来进行训练，一个是髋外旋大于髋内旋的时候，另一个是髋外旋小于髋内旋的时候。那么在训练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确定你是属于哪种情况。之前我分享过相关的笔记，教大家去如何进行髋内旋或髋外旋的测试，大家可以参照之前的笔记来进行判定。那么我们今天直接来讲训练方法。我们公布在垫子上，如果你是髋外旋大于髋内旋的情况，那么我们把训练侧的腿放在前方，然后在大腿内侧顶一个泡沫轴，然后我们将对侧的手臂前平举，保持吸气脊柱延伸，呼气的时候让我们的左侧的手臂向远延伸，让你的胸椎和骨盆同时有一个向对侧旋转的力量。进阶训练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后侧的脚掌蹬地，把我们后侧的膝盖蹬离地面。吸气，呼，这个会比较累。我们可以做10个呼吸，做3组为宜。如果你是髋内旋大于髋外旋的情况，那么我们依然是公布到垫子上，把我们训练侧腿放在前方，不同的是在我们的膝盖外侧顶一个泡沫轴，同时举起我们同侧的手臂，吸气脊柱延展，呼气让你的胸椎带动骨盆向右旋转。进阶训练的话，依然是可以用后侧的脚掌把膝盖蹬离地面，也是10个呼吸，3组为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2种不同情况的训练方法。如果你也是单腿抬起或者做硬拉动作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卡压或者有刺痛感的同学，不妨按照上述的方式去训练一下，看看对你的状况是否会有所缓解呢？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